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糯米粉别再用来包汤圆了，今天分享个糯米粉的神仙吃法，出锅软糯香甜又拉丝，而且冰凉爽口，比冰淇淋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斤这样的百香果，我们先把百香果洗净后放在案板上，然后取一个百香果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像我这样用勺子把百香果籽给它舀出来，放大碗中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再往里边倒入200毫升纯牛奶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加入300克糯米粉。糯米粉呢，一定要用水磨糯米粉，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加的软糯。然后再加入40克玉米淀粉，加入5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再加一点牛奶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再往里边加入2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玉米油完全融入面糊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准备一个大碗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。刷匀后再倒入糯米面糊，全部倒进来，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密封起来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大火蒸3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几个洗净后的红薯，我这个红薯比较小，就多准备了几个。先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红薯皮很脏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绞肉机中，再加入100毫升纯牛奶，再加入3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红薯泥，尽量多搅打一会儿，搅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搅好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搅打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糯米面糊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再把保鲜膜揭开，用筷子戳了试试看，如果已经完全凝固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拌搅拌，给它散一下热，这样更容易放凉。搅匀后取出来放一旁，放凉备用。另起一锅烧热，放入20克黄油，没有黄油的可以用玉米油，炒至黄油融化。黄油炒融化以后，再把红薯泥倒进来，再往里边加入100克甜蜜豆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用铲子翻拌均匀，这一步千万不能偷懒，全程的用铲子像我这样不停的搅拌，一直这样搅啊搅啊搅。这是煮了5分钟的样子，看一下水分已经挥发了一大部分了，已经变粘稠了许多，继续用铲子搅拌。这是翻炒了10分钟的样子，看一下已经变干了很多，但是还不够，再给它翻炒一会儿，最后翻炒成这样能抱团不粘锅底不粘锅铲的状态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入盘中，像这样我们的红薯红豆馅就炒好了，给它放一旁放凉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再倒50克糯米粉，
用中小火慢慢翻炒，把糯米粉炒熟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糯米粉像这样微微发黄的时候，说明就已经炒熟了。然后关火，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面板上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然后把放凉的糯米面团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，再像我这样给它揉一下，给它揉光滑。揉匀后，再左右手抓住两边，给它拉扯2分钟，这样吃起来呢会更加的软糯拉丝。就拉扯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然后把糯米面团揉圆、揉光滑，再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我这里先分了4个。然后取一个面剂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全部揉好后，取一个面团，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，用手轻轻按扁。然后取出擀面杖，给它稍微擀一下。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再取出放凉的红薯馅，给它揉圆、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不用搓太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搓好后，再把它放到擀好的糯米面片上，然后用糯米面片像我这样把红薯馅包裹起来。封口处这里给它捏一下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防止馅料漏出来。包好后，再像我这样给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紧实一些，随便搓几下就可以。搓好后，再从中间切断，然后像我这样2根叠放在一起，再给它切成长段，长度约5到6厘米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小段，像我这样给它搓一搓，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头条糕就做好了。剩下的糯米条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搓成这样的状态，全部做好后，把它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糯米头条糕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吃进嘴里就一个字糯。吃进嘴里的那一瞬间，有百香果、红薯和甜蜜豆，还有糯米混合在一起，糯米的软糯，百香果带着酸酸甜甜的口感，红薯和红豆甜而沙，每一口吃下去都是幸福，糯而不烂，甜而不腻，绵而不干，放冰箱冷藏2小时，口感更佳，吃到嘴里冰冰凉凉的，特别解暑，一口吃下，口味是恰到好处。这样做的头条糕做法真的是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